我其实是在重庆出生的，但是不到1岁的时候，我就随着父母呢就来了北京了。他们来北京以后呢，后来就被调到北京大学工作，所以我呢可以说是从小呢在北京大学的这样一个环境中长大的。但是我父亲呢，其实他是很喜欢自然的，所以呢周末呢什么的，他经常带我们呢去就是北大那个后湖那一带钓鱼啊。他们的同事和北大的这些在各个学术领域这些先生，其实都是在中国的学术的各个领域其实非常重要的学者。天书这个作品的形成以及它为什么有这个作品，就是文革以后的这个社会进程是有关系的。由这个我自己创造的4000多个我称为伪汉字的这些文字，我自己刻制、印刷，然后装订的都是靠手工的这种传统的方式做出来的。我的目的呢是要把它们做成一本一本非常精美的，看上去是非常重要的读物，而让观众看到这个书以后呢，你很难相信这本书里面没有任何的内容。所以在吸引观众阅读的欲望的同时呢，他又拒绝你的进入。他在试着看这些漂亮的文字的时候呢，他会发现原来这些字我怎么一个都读不懂。这时候呢，就会给人们的惯常的思维提出一种疑问和警觉，就是我们怎么样对待文化与我们人类的关系。这个作品呢，虽然它是不给你任何的信息，但是呢，它里面呢确实有非常严格的一个体系。比如说这些字，你要让我现在随手写一个或者创造一个谁都不认识的字，其实是很别扭的事情。所以我创造的时候呢，其实是我参照一本《康熙字典》，我根据《康熙字典》的里头一个顺序，就从最少的笔画到最多的笔画这样的一个关系，来平行的发展我的这个伪汉字的这个系统，然后再进行各种各样的比较，就是它有点像一个假戏真做，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的时候，这个作品的力度就出现了。当时很多人呢觉得，徐冰这个对书法的这种刻字的功底很深厚。实际上从小，比如说我父亲让我每天临一幅描红，后来是临贴，他对我这个倒是挺严格的，而且我自己也喜欢。当时我在展览的时候，他处在一个病危的一个期间，但是幸运的是，我们确实是推他去展厅看了作品。我呢，当时其实正在忙于刻这些4000多个这个伪汉字。他最后呢，差不多跟我嘱咐的最后一句话，差不多就是说的徐冰啊，你呀，不要太执着于刻这些字，因为他知道我后来刻的呀，就是手已经是就是有问题了。这差不多是他给我的最后一个告诫。天书之后呢，可以说好像我的作品开始和书法有关系了。做完天书以后，我就差不多去美国了。我是90年去美国的。当然到那儿呢，对我个人来说呢，就是说直接面对的就是一个不同文化之间的一个错位和冲突。所以呢，当时呢就出现了一个作品叫英文方块字。它基本上是一个书写的一个系统。这个系统呢，它看起来呢真的很像中文，但实际上它的内部呢又与中文毫无关系，就是它成了一个戴着面具的文字。比如像这个父爱如山这个盘子呢，是用这个英文方块字书法写的这个父爱如山，等于是汉语拼音的几个字母写出来的啊。在中国传统上觉得文字是上天给的，所以对文字呢有一种很敬畏的传统。越是这种没有疑问的被规定的这种内容，对它的一点点的改变和触碰，其实呢它却是最有效的，因为它和人类的就人类的思维和概念最固定的这一部分的有所错位，
这是我对文字的一个兴趣。